少妇荒野独居，深山抓到30斤重的大豪猪。เยอะมากนะทุกคน今天的天气十分晴朗，一年轻女性独自一人前往深山，寻找野生玉米，以满足她的饥饿。这些山区的玉米个头相当巨大，因为它们生长在陡峭山坡上。少妇顺着山边攀爬而上，当她准备采摘眼前的玉米时，她突然发现不远处地上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迹象。地上铺满了大片玉米残渣，这引起了她的好奇。为了解其中的奥秘，她走过去，拾起一根玉米，开始仔细研究。很快，他看到了另外一株玉米树。这时，他对这些现象可能是某种动物所为有了大致的了解。少妇顺着这些痕迹谨慎地前行，他途中发现了大量的玉米叶，这表明这只贪嘴的动物边吃玉米边行走，而掉在地上的叶子成为它的指引。他顺着地上的玉米叶继续前行，在途中他又发现了成堆的玉米叶，他拾起其中一片进行研究。这次他已经基本上确定了这只动物的身份。他小心翼翼地继续前行，希望不惊扰到这只庞然大物。最终，他跟随着动物掉在地上的玉米残渣，找到了一个巨大的洞口。少妇感到非常兴奋，毕竟他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追踪，甚至牺牲了采摘玉米的时间。这个洞口异常宽大，说明这只动物也一定非同小可。少妇研究了周围的树木排列，然后迅速构思出一种捕捉这个不速之客的方法。他将身后的篮子放在一旁，然后从篮子里取出一把砍刀，快速走向树林。他精心挑选了一棵合适的大树，然后用砍刀猛砍树底。没过多久，这棵高达3层楼的大树被砍倒。少妇费力地将树拖出一段距离，然后清理树旁的植物。他再次用砍刀砍下树顶，然后取来一根木棒将其修整平整。接下来，他将砍刀对准树木中间的位置，用手固定好，然后用木棒锤击砍刀，将树木一分为二。在砍树的过程中，他在砍刀到一半时再次固定刀的位置，然后继续砍开另一侧。他将树木的顶端对准大洞口，确保开口与洞口的距离合适。然后他跑到另一侧，对一个木棒进行加工，把这个木棒的表皮切掉，然后将头去掉。看少妇这娴熟的手法，就知道的专业的。很快，他将3根木棒的头部削得非常尖利，然后将它们放进树木开口处。取来一根长长的藤条，将锋利的木棒与大树根系在一起，牢牢固定。
少妇的双手已经被磨得通红，这表明她平时也是一个非常有技巧的女性。很快，她将3根木棒修整得锋利无比，然后将它们放入树木的开口处。接着，她找到了一些长藤条，将锋利的木棒与大树根系在一起，再次紧固。少妇走到大树旁，将洞口的长木头与旁边的大树卡在一起，然后用藤条再次固定。这样，一个巨大的杠杆装置就形成了。原来，他设计的这套陷阱是相当巧妙的。他走到一边，拿起一块大木头，将树头顶起。小试牛刀。当这个陷阱插入土中时，它的杀伤力会非常大，足以夹断任何走过的动物的头部。试验结束后，少妇将陷阱恢复原状，然后悄然离开，背起篮子走回营地。回到营地时，炭火还在燃烧。少妇将刚刚采摘的玉米放入火炭中，烤熟后吃掉，补充了体力。时间过去了半天，少妇再次回到她刚刚设置陷阱的地方，但她没有预料到的是，被她捕获的动物竟然是一只体重超过20斤的大豪猪。3根锋利的木棒直接穿透了豪猪的喉咙。少妇费力地将大豪猪提了起来，由于太重，差点抬不动。幸运的是，他刚刚吃了几条烤玉米，这让他有了一些额外的力气。他开始背着大豪猪朝着营地前进，但由于大豪猪的重量过于庞大，在半路上不得不放下来休息片刻，然后才继续前行。最终，他回到了营地，但天空开始下起雨来，他担心山坡可能会发生滑坡，因此少妇将大豪猪放进篮子里，准备前往另一个营地。至此，本次的探险故事告一段落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不妨订阅我们，下次再会。